染色体、线粒体是我们人体中的全部 DNA， 包含着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，它们来自父母的精子和卵子。这是人类基因组，1号到22号是22条常染色体， X 和 Y 是2条性染色体。人类基因组24条染色体包含着30亿这样的 DNA 编码，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基因组编码序列，这就是我们人类独一无二的基因组。在精子和卵子中几乎都有一个基因组，精子和卵子中都有22条常染色体和1个性染色体。卵子中的性染色体是 X， 精子中的性染色体一半是 X， 一半是 Y。 当带 X 的精子受精了，就生女孩；带 Y 的精子受精了，就生男孩。生男生女由精子决定。在精卵结合的受精卵细胞中，就有了22对常染色体和1对性染色体，包含着60亿这样的 DNA 编码。当然，还有来自卵子中的线粒体 DNA 16568个编码。没错，就是在针尖大的受精卵中有了23对染色体包含的60亿 DNA 编码，以及线粒体 DNA。 针尖大受精卵中就有了我们人体的全部 DNA。 奇妙的是，受精卵细胞会呈几何式分裂，1分2， 2分4， 4分8，可以长成40到60万亿细胞的你和我。更奇妙的是，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把染色体和线粒体及60亿 DNA 编码复制到新的细胞中去。可以说，人浑身上下是细胞，浑身上下是编码。生命就是这样的 DNA 编码编出来的。正因为每个细胞中都有全部 DNA， 因此每一滴血、每一星点黏膜都可以做 DNA 亲子鉴定。DNA 亲子鉴定就是在这60亿 DNA 编码中检测、分析、计算、寻找相同的遗传标记，来确定亲缘关系。常染色体、X 染色体和线粒体男女都有，但表达男性特征的 Y 染色体女人没有。通过 Y 染色体 DNA 亲子鉴定，可以检测父系上下 N 代乃至人类共同的第1位男性祖先的亲缘关系。得到全世界司法认可的 DNA 亲子鉴定，其权威来自人体中已经存在并无法改变的染色体和线粒体 DNA 编码序列，来自随时可验证的
科学证据 DNA 遗传标记。DNA 遗传标记不是一个简单抽象的印记，是在染色体和线粒体上有具体位点、具体数据的 DNA 编码。1995年，科学家通过检测表达男性特征的 Y 染色体 DNA， 发现全世界男人都有相同的 Y 染色体 DNA 遗传标记，因此确定人类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，这就是著名的 Y 染色体亚当理论。1995年，道瑞特等3位科学家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，他们发现表达男性特征的 Y 染色体 ZFY 基因区包含的729个 DNA 编码序列，每个位点、每个编码、每个男人都是相同的。例如，721个位点，所有的男人都是 C；729个位点，所有的男人都是 G。这729个编码，每个位点上的编码，每个男人都是相同的，从来不会改变。数学显示，每个男人相同的729个编码只能来自一个人，全世界男人不可能分别长出相同的729个编码序列，只能是第一个男人已经固有，并复制传递给每个男人，而且从来没有改变。这729个编码就是一个固有遗传标记。全世界每个男人的 Y 染色体相同位点上都有这个固有遗传标记。这个发现使科学家们确定人类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，它被命名为 Y 染色体亚当。它遗传给每个男人的这个固有标记被命名为亚当标记。这就是 Y 染色体亚当理论的由来。数学是 DNA 编码解码的有力武器。数学能最深刻、最直接表明哪些是不可能产生的假说，哪些是必然发生的事实。正如数学家本杰明所说，数学不是理论的构建者，也不是假说，但却是理论和假说的法官，是理论和假说必须服从的裁判者。没有数学的认可，既没有规律可以遵守，理论也得不到解释。物理学家高斯说，数学是科学的女皇。每个男人 Y 染色体上相同的这729个 DNA 编码序列来自一个人。人类有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，这是 DNA 亲子鉴定的结果，是得到科学女皇数学认可的结果。DNA 亲子鉴定有2种遗传标记，一是10组以下
相互亲缘关系的遗传标记，都是突变产生的，称为突变标记。二是第一个人已经固有并复制传给每个人固定不变的标记，称为固有标记。表达男性特征的 Y 染色体上的这729个编码序列，就是一个固有遗传标记，它从第一个男人传给每个男人，从来没有改变。科学家们把它命名为 Y 染色体亚当标记，可以在每个男人的每个细胞中检测看见，随时得到验证。这就是 Y 染色体亚当理论的由来。